现在又到了申请大学最紧张的时候了，每个要申请大学的孩子都是忙忙碌碌的写自己的 essay， 可能还非常 struggle。但是对于父母来讲呢，同样 struggle 的就是学费。那如果能申请到更多的助学金的话，那给自己的家庭给自己的孩子减轻一些负担，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呢？那同样的话，我们经常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些人在发一些信息啊，某某某学校非常 generous， 他教你收入低于12.5万，或者甚至有的低于15万，有的低于18万，只要低于这个数，那么呢您的学费就是免费的。所以说大家奔走相告啊，我的收入只要低于这个我就是免费的，所以说呢我今年辞职了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免费的学费了呢？那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同样呢，也有人在说，如果我的收入比较高，比如说30万，我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有可能申请到助学金的呢？那这个呢也不一定那么悲观的。那今天呢给大家讲2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，这是实际的例子啊。第一个例子讲一个收入高的，这个朋友呢收入比较高，大概接近40万的样子，然后呢有2处房子，因为需要他2处房子都可能都不是出租的，都需要自己去住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在大家认为这肯定是拿不着助学金的，是吧？但是呢实际上有一点跟大家的想法可能有一点相反，就是他2个孩子非常优秀，都申请了的 top 5， 同一年上的 top 5，一个学校给了他2万多块钱的助学金，另外一个学校确实没有给，因为他的收入啊，他的资产都非常高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大家要了解，收入即便是高，资产即便是不是太低，你在满足一定的情况下，你还是可以去申请。对于这个将近40万的收入，还有2处住房，还有一点资产的情况，他都能拿到2万块钱的助学金。对于很多人，他可能收入和资产都比较低一些的，你还是可以去申请的。当然呢，这要看学校，一般情况下这种 top 5的学校的话，它是非常大方的，你的孩子是满足的条件，那么他还是会给你一些的。这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收入比较高的情况。第2个例子呢，给大家讲的是一个低收入的例子。这个朋友呢是在中部的某个城市工作，在餐馆里的工作，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，大家知道餐馆的收入都不会太高的。他老大去年上的是一个藤校，每年的学费要支付6万块钱，今年呢是老二上大学，上的是 top 5， 也要支付学费。他就来跟我咨询说这个学费太贵了，他支付不起，他可不可以做一些调整？我就问他，除了收入之外，你还没有其他的资产，比如说投资房或者你自己住的房子。他说我自己住的房子很便宜，在中部某个城市才10万多块钱。我说这个不会有什么影响。我说还有另外一个房子呢，他另外一个房子东岸的某个城市现在要值100万。所以说我就当时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他们老大第1年上大学的时候要付6万块钱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如果你的资产超过了一些 minimum 的话，其实呢就几万块钱的事情，那么呢你基本上付6%，也就是他100万的房子，孩子付6万块钱，基本上也是 match 的。但是呢，现在老二上大学的，他还要去支付更多的，他就觉得很累了。我就说问他，你有没有去跟学校去谈一下这件事情？他说他跟学校去谈了，因为今年老大的学费下降了，从6万变成4万，老二的学费呢是6万块钱，加起来是10万块钱，那对他来说就会负担非常重。他说他就谈了，说他现在的收入比较低，他根本就支付不了这些费用，而且呢他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是自己的父母帮他支付了一些费用，人家觉得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他的收入那么低，怎么可能买那么贵的房子呢？再就是说这房子确实过去几年涨得特别高，那么让他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那么这2个学期也非常合理的给他们降了2万块钱，也就老大的费用变成了2万，老二的费用变成了4万。他说想让老二的学校也跟老大的一样，给他多一点助学金，可不可以？他说不可以，就是4万块钱，除非他的老二是真的去上老大的那个学校的话，那么呢给他的学费是很低的。但是呢那 top 5比很多藤校还要好嘛，有些藤校并不在 top 5嘛，是吧？所以说这种情况他就只能拿到最好的，就是老大2万块钱，老二呢4万块钱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亲戚给他一些建议。他的亲戚说，你为什么不把东岸的那个房子变成自己的自住房，中部的这个房子变成投资房呢？他问我可不可以这么做。我说你现在是要回到东岸去工作吗？他说我不回到东岸工作，我就在中部这个城市工作，所以说呢，我只是想把这个自住房换一下。我说你这个可能是换不了的，为什么？你在中部某个城市工作，你报税的地址，你报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中部的某个城市，
你本身并没有回到东岸，那么你把这个东岸的房子变成自住房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你觉得 IRS 会信吗？IRS 肯定不会信的，对吧？再加上你去申报升学校的时候，你也要把这些信息给学校的，是吧？学校一看也不对啊。当然呢，学校不一定马上会看，但是呢，以后会发现呢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可能这种后果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了，因为在美国是诚信制度嘛，那会比较严重。你不能听亲戚的话，亲戚说啊，你应该把它换一下。我说你想想，你一般情况下，大多数人的孩子想上某一个大学的话，就要花10万块钱。你2个孩子花6万块钱，真的是非常合算了，非常不错了。孩子上了大学，然后几年下来，他就给你把这些钱挣回来了。你应该为孩子高兴才是，是吧？我们说这几年辛苦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未来孩子会有更好的前途。其实这样的孩子不一定要毕业之后才会给你这个收入，是吧？他可能大1大2的时候去实习，他都能把他的学费挣出来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，不要因为某些人跟我们在旁边说啊，你怎么那么傻，你不会把它调整一下，你千万不要信他，因为这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真的会到东岸的某个城市去工作，你可以把它变成自住房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你并不回去的话，那么你变完了之后，你可能在税务上都会有一定的麻烦，而且呢，有很多的事情在后续你可能在未来就会发生。所以说通过这个2个例子，大家可以看出，你的收入再低，你上大学的话，你可能还是要支付学费的。为什么会有人说12万的收入15万的收入你可以不用付学费呢？大家要看它下面的就是 typical 的资产。你要知道你的 typical 的资产，大家去查一下，你资产不能太高，你如果资产太高，你的收入即便是0，你可能也是要支付一定费用的。对于有些学校呢，你收入可能挺高的，但是呢，如果这个学校非常 generous， 然后你也是可能能够拿到一部分助学金的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就建议大家进到每个学校的网站都有一个 estimate， 也就是都有一个评估您的收入、您的资产是多少的话，你大概能不能拿到多少的助学金，大概情况下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发生的话，你可以去直接找 Financial Aid 的这个部门去跟他谈你现在的情况发生的变化，也许他们会做一些的调整。